在《人类理解论》第4卷中，洛克正式给出了他对知识的定义：知识是心灵对观念之间关系与契合或不契合与矛盾的觉察。人话就是，我们所谓的知道，其实是察觉到两个观念之间的连接或对立。在这种意义下，洛克认为知识可以分为3种层次。第一层是他称为直觉知识的部分，这是一种最直接、最确定的认知。心灵在没有任何中介的情况下，立刻看出两个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当我们明白白不同于黑或圆不是方，这并不需要推理。心灵立刻就看见了它们的不相容。这种认知不依赖证明，它像光一样，一出现就让一切显而易见。但后来，洛克进一步指出，我们对自身存在的认识同样属于直觉知识。当一个人意识到我在思考，他就立刻知道我存在。这种确定性不来自推理，而是一种直接的照见。正如奥古斯丁曾经说过的那样，真理像光一样显现。洛克也借用了这个隐喻，他说，当心灵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他立刻被一种清晰的光充满。正是这种光支撑着我们所有知识的确定与明证。知识的第2个层次是洛克所说的论证知识。当心灵要判断两个观念之间的关系，但无法像白不是黑那样直接看清时，他就需要一个中介的观念来帮助我们连接两者。这种知识并非直接闪现的直觉，而是通过推理、证明和逻辑的桥梁建立起来的。就像在数学证明中，结论与前提之间的关系要靠一连串中间步骤与逻辑法则来支撑。因此，洛克认为，论证知识虽然也具有确定性，但它的确定性不如直觉那样纯粹，因为在推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集中注意力，逐步验证，确保没有一步出错。知识依然清晰，只是光线不再直接照耀，而是透过层层折射。知识的第3个层次是洛克所说的感知知识，这一层大致相当于斯格托的直观认知，也就是我们对外部有限事物此刻存在的感知。当我们看到一棵树，听到一阵风，或触摸到石头的冰凉，我们便获得了这种感知性的知识，它告诉我们这件东西此刻就在这里。然而，洛克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最确定的知识。与直觉知识或论证知识相比，感知知识要不那么可靠，因为感官可能欺骗我们，知觉也可能被幻象扰乱。它虽能把我们带向现实，却仍留下一道模糊的缝隙。在确定的知识之后，洛克认为最接近知识的便是豁然性。他将豁然性定义为观念之间似乎一致或似乎相悖的表象。就像知识一样，豁然性也有不同的层级，其中最高的一种属于那些在所有时代、所有民族中几乎被人类普遍承认的命题。洛克或许想到的正是他同时代人几乎一致相信的命题：上帝存在。他也明确提到，关于因果关系的信念同样属于这种具有高度豁然性的判断。在豁然性的层级中，仅次于普遍共识的是那些虽非放诸四海皆准，却多半如此的命题。例如，人们往往更关心自己的私利，而非公共利益。这类命题通常来自历史的观察，不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时代与人性不断重复的印证。再往下，概率更低的层级属于关于具体事实的陈述。比如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尤利乌斯·凯撒的人，但麻烦在于历史的证词常常相互冲突，不同的叙述、不同的见证，让真相像被雾气包裹的风景，隐约可见，却难以确证。而洛克坦言，没有任何固定的法则能教我们如何在这些纷争中判定哪一方更可信。豁然性所触及的范围并不止于我们能感知的世界，它同样关乎那些超出感官经验的存在，天使与恶魔，磁力与分子。在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上，我们依然谈论可能与可信，依然用理性去丈量信念的分量。之后，经验主义思想的发展在乔治·贝克莱那里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在他的代表作《人类知识原理》中，贝克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世界上除了观念与心灵，别无他物。他把观念分为3类：第一类来自感官经验，对应洛克所说的感知中的单纯观念；第2类来自我们对自己心灵活动的觉察，比如情绪、意志、思考，这相当于洛克的反思观念；第3类则源于我们对这些观念的组合、分解与再表征，它们构成了复合观念。在贝克莱的思想中，心灵是一种单一、不可分割却充满能动性的存在。它的活动有2种形式：理解与意志。理解是心灵在感知观念，意志则是心灵在创造观念。于是，那些看似坚实的桌子、椅子、山川、星辰，在贝克莱眼中其实都只是一组感官观念的集合，而观念不可能存在于心灵之外。这意味着桌椅之所以存在，只因为有人在感知它们。换句话说，离开了被感知的瞬间，世界也随之隐退。贝克莱用一句拉丁文概括了这一切：存在即被感知
est percipi 那句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一棵树在无人听见的森林里倒下，它会发出声音吗？其实，灵感正是来自贝克莱的哲学。当然，他从未这样提问，但他确实面对过同样的质疑。当没有人在场时，世界是否仍然存在？贝克莱的回答有几个层次。他有时会说，那张空房间里的桌子，如果有人进入，就会被感知。可这只是条件句，他说明了若被看见则存在，却没回答未被看见时是否仍然存在。他给出的根本回应是，即便没有任何人类在感知，依然有上帝在感知。正是上帝的思维，让那张桌子、那棵树、那片天空，在无人注视的时刻依旧存在。乍一听，贝克莱的学说确实让人感到离奇，万物皆为观念。可在他看来，这并不是颠覆常识，而是揭示常识背后的真相。当我们说颜色、声音、树木、狗、桌子都是观念，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恰恰相反，这只是说明我们终于在描述它们真正的存在方式。即使我们说动物与家具只是观念，这也不代表它们是虚幻的、透明的或脆弱的幻影，因为坚硬、厚重、持久这些感觉本身也都是观念的一部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贝克莱给出了一个极其简洁的逻辑论证，一个三段论。第一，物理的东西，比如树、狗、房子，是我们通过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第二，一切被感官感知的事物其实都是观念，因此物理的东西也不过是观念。如果有人反驳说，我们感知到的是事物本身，不是观念，贝克莱会平静地回应，没有观念就没有感知。所谓事物本身，根本无法脱离观念而被谈论。他认为，感官并不是通向外在世界的窗口，而是意识展开自身的方式。与洛克不同，贝克莱不相信在观念背后还存在某种隐藏的实在或心灵之外的物质。在他看来，物质世界这个说法本身就没有清晰的意义。贝克莱的理论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洛克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做法其实是假的，因为延展、形状、运动、静止、坚实和绿色、嘈杂、苦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全都是观念。我们只是习惯性的把前者当成真实，把后者当成感觉。可在贝克莱看来，所谓真实与感觉不过是一体两面。更进一步，物质这个概念本身也是矛盾的。哲学家说，物质是一种不被感知的延展与形状。可延展与形状若真是不被感知的，那它们又如何成为观念？既然一切延展、形状、运动都只能通过感知存在，那么所谓脱离感知的物质根本无法存在。当然，贝克莱的主张其实并不新奇，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再到笛卡尔，许多基督教哲学家都相信，上帝不仅创造万物，也通过思念让万物持续存在。如果上帝有一瞬停止思考某个被造之物，它就会立刻消失。贝克莱拒绝了洛克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之分，也否定了物质的存在，但他依然保留了洛克的一部分信念：心灵是真实的实体，因果是一种隐藏的力量。然而，接下来登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将把这最后的依托也彻底推翻。休谟将一切心灵活动统称为知觉，而知觉又分为两种：印象与观念。印象是那些以最强烈、最生动的方式呈现在我们心中的感受，比如看到红色、听到声音、感到疼痛或情绪的波动，它们带着一种力量和鲜活的冲击。观念则是这些印象的微弱回声，是印象在心灵中留下的淡影。印象是被感受的，而观念是被思考的。休谟认为，这种区别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几乎无需解释。不过，他也承认，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做梦、发烧或陷入疯狂时，观念可能会带上印象般的强度，而某些印象也可能变得如观念那样微弱。但这样的情形毕竟罕见。不过，休谟关于印象和观念的区分，其实存在着他本人并未察觉的问题。举个例子，愤怒这一印象，也就是愤怒的真实体验，带有一种确定的、难以混淆的特质和强烈的情绪力量。然而，愤怒的观念，也就是对愤怒的思考或回忆，并不是那种较弱的愤怒体验。想一想，愤怒这个概念并不会让人真的陷入愤怒，正如思考幸福也不会让人立刻感到幸福一样。因此，愤怒的印象和愤怒的观念之间，并不仅仅是强度的差别，而是性质的不同。而这一点，休谟的理论似乎并未真正解释清楚。休谟认为，一切知觉，无论是印象还是观念，都可以分为两种：简单的和复杂的。简单知觉是那些无法再被拆分或区分的最基本心灵内容，而复杂知觉则是由若干简单知觉组合而成的整体。举个例子，当我们感知一个苹果时，这个苹果的知觉其实是复杂的，因为它包含了若干简单的元素，比如特定的形状、颜色、质地和气味。值得注意的是，在休谟看来，每一个简单印象都对应着一个简单观念，二者唯一的差别就在于力量和鲜明度，印象更强烈、更生动，观念则较为微弱、暗淡。
因此，就像红色的印象对应着红色的观念，两者在内容上完全相同，只是在心灵中呈现的力度不同而已。这一点构成了修魔经验论的基础。所有观念最终都源自印象，心灵的思维活动只不过是对这些经验元素的重新组合。不过，这种印象与观念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不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复杂知觉。虽然我们可以说，苹果的复杂印象与苹果的复杂观念之间存在某种对应，但并非所有复杂观念都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印象。举例来说，飞马或独角兽的观念就是由人们组合已有观念而成的复杂观念，它们并没有现实的印象作为依据。换句话说，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对象，因此也就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印象。同样，我们也无法拥有一个罗马全景的单一复杂观念，因为我们的心灵从未一次性地感受过这样一个宏大的整体印象。这说明，虽然所有简单观念都必须源自印象，但复杂观念却可以通过心灵的组合与构想形成，哪怕这些组合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正是修魔解释想象、虚构与创造力的重要前提。由于每一个简单观念的形成都必然以相应的简单印象为前提，而每一次对简单印象的体验又总会被随后的简单观念所跟随，因此修魔得出结论：简单印象是相应简单观念的原因。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会有某种观念，是因为先前曾经感受过与之对应的印象。印象先行，观念随后。观念不过是印象在心灵中的一幅淡化的复制品。这正是修魔经验论的出发点之一。他认为人类心灵中没有天生的观念，一切内容都来自经验，先有感受，后有回忆与思考。这一原则后来被称为印象来源原则。修魔认为，印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感官的印象，另一种是反思的印象。关于前者，修魔说的极少，他只是指出感官印象最初从灵魂中升起，其原因我们并不知晓。也就是说，热与冷，光与暗，痛楚与愉悦，它们的最初起点是神秘的。至于反思的印象，则是经过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心灵活动而生成的。首先，我们体验到热与冷、饥与渴、苦与乐的感官印象，接着心灵在这些印象之上形成相应的观念，关于热，关于渴，关于快乐与痛苦。最后，当我们回想并反省这些观念时，又会产生新的印象，欲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由此，修魔揭示出一种心灵的循环，感官的体验点燃了思想的火花，而思想的反省又反过来激起情感的波澜。人类的想象力似乎拥有无穷的自由，它能随意拼接、分解、重组各种观念。然而，我们的思维并没有陷入完全的混乱，相反，它总是沿着某些规律性的轨道运行。修魔提出，这种规律来自于心灵的三种联想原则：相似、毗邻、因果。当我们想到一个观念时，心灵往往会自然跳向与它相似的另一个。想到红，会联想到粉与白；想到狗，又想到狼与郊狼。第二个原则是毗邻，我们总倾向于把时间与空间上相近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提到房屋，便想到窗；提到宴席，便想到笑声。而第三个也是最深刻的原则是因果。我们的大脑习惯将某些观念成对绑定，火与烟，父母与子女，疾病与死亡。这些联想并非理性的推论，而是心灵的本能。它们像看不见的线，在意识的暗流中牵引着我们的思绪，让思想的流动呈现出一种近乎秩序的幻象。修魔把相似性原则又用来解释另一个更深的问题：人类的一般观念究竟从何而来？他认为，世界上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抽象观念，所有的观念都源于具体的经验，都带着独一无二的细节与形象。所谓抽象，不过是一种心理的错觉。当我们说出人类这个词，脑海里并不会出现一个模糊的无特征的人，我们想到的也许是一张具体的脸，某个姿态，某种声音，某个瞬间。那为什么这个具体的人却能代表整个人类？修魔的答案是因为相似。这个具体的形象会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其他相似的形象，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人在心中形成一连串的回响，于是这个特定的印象就成了一个通往整体的入口。它不是抽象的，却能唤起普遍的。修魔说，所谓一般观念，只是那些能引发相似联想的具体观念。人类的理性并不超脱经验，它只是记忆与相似在心灵中编织出的幻想。在修魔看来，人类的心智能够理解的真理其实只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关于观念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关于事实世界的陈述。观念的关系是我们可以直接看见的真理，它们或是显而易见的，或能通过逻辑推演得出，比如 A 就是 A，B 与 C 相似， D 比1大。这些命题不依赖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它们的真伪可以在思维中被直观的把握。如果一个命题为真，那么它的否定一定是自相矛盾的。这类真理构成了数学与逻辑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修魔认为算术与代数是人类知识中最确定的部分，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偶然，只有必然；没有经验的误差，
只有理性的明晰。不过，在人性论时期，休谟对数学的各个分支并不一视同仁。他认为几何学的确定性不如算术与代数那样绝对，因为几何的原始概念点、线、面都来自感官的经验，而一旦牵涉到感官，就不可能拥有绝对的确定性。但后来，休谟改变了看法，在人类理解研究中，他重新把几何放回到理性科学的高台之上，与算术、代数并列为纯粹思维的领域。在他眼中，这些学科的真理不依赖世界的偶然，而源于心灵的逻辑结构。与观念的关系不同，事实的命题只能通过经验来认识。而在所有关于事实的命题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就是那些涉及因果关系的判断。比如我们说火会带来热，或者一个正在运动的台球会让另一颗静止的台球也动起来。这些听上去理所当然的陈述，其实都暗含着一个巨大的假设：某种事物会必然地引发另一种事物。但问题来了，我们究竟是怎样通过经验知道一个东西会导致另一个？又是什么样的经验能让我们理性地证明这种必然联系？火焰真的包含了热的原因吗？还是我们只是习惯性地把两者连在一起？休谟在这里要做的正是撕开这个理所当然的信念，让人们直视那种潜藏在日常思维背后的不确定。也许所谓因果从来只是经验的幻觉。在人性论中，休谟仔细拆解了因果这个我们日常最熟悉却最不被质疑的概念。他说，当我们宣称某物导致了某物，其实背后包含了3个隐藏的成分。第一，毗邻，也就是时间与空间上的接近。火焰和热气必须相邻，球与球必须相撞，我们才会感到它们彼此有关。第二，时间的先后，原因总在结果之前，火先燃烧，热才蔓延，力先作用，运动才发生。而第3个，也是最神秘、最关键的部分，必然联系。我们之所以称一个事件为原因，不仅因为它在另一个事件之前发生，也不仅因为它们总是同时出现，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前者之中蕴含着让后者必须发生的力量。这种必然的感觉正是因果信念的核心。但休谟要问的是，这种必然性究竟来自世界，还是仅仅存在于人心？前2个成分毗邻与先后，它们的来源并不难解释。在过去的经验里，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移动的台球撞上一颗静止的球，随后那颗静止的球立刻动了起来。在所有这些经验中，撞击总是先于运动，从不反过来。这就是我们经验所告诉我们的全部。但那个更深的成分呢？当我们说撞击导致了运动，我们心中总会多出一种感觉，仿佛撞击中蕴藏着一种必然的力量，它迫使第2颗球必须运动。可是休谟问，这种必然性我们真的看见过吗？我们看到过2个球相撞，看到过一个球动，另一个随之而动，但我们从未看见那股神秘的必然力量。经验能告诉我们事实的相继，却永远无法展示因果的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必然联系这个观念，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一个原因会在未来产生某种尚未出现的结果，也没有理由相信眼前的某个结果是由过去某个未被我们看见的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我们过去曾多次看到原因与结果总是相邻有序的出现，这也无法逻辑的推出未来还会如此，现在依旧如此。换句话说，过去的相继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必然。这样的推论其实只有在一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才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那就是我们尚未经历的事例必须与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事例相似，自然的运行总是保持一致。听起来似乎合理，但问题在于这个前提本身也需要被证明，而任何试图去证明它的努力最终都难逃一个循环论证。比如说，有人或许会这样辩护，我们之所以可以相信未来会像过去一样，是因为在过去未来确实总是像过去一样。但请注意，这正是在用过去的经验去证明未来的经验会相同，他预设了自己要证明的结论，也就是说，这样的论证是自我循环的，它根本不能为自然的恒常性提供真正的理由。面对这个难题，休谟给出了一种他称之为怀疑性的解决方案。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拥有必然联系的观念，并不是因为在外部世界中真的观察到了某种必然性，而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灵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感受。当我们反复看到某2个事件，比如一个运动的台球撞上另一颗静止的台球，并且每一次撞击之后，静止的球都会动起来，这种持续的经验让我们的心灵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期待。于是，当我们再一次看到第1颗球运动时，心中便自动的、不由自主地联想出第2颗球即将被撞动的情景。这种被习惯的力量所推动，仿佛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带着走的感觉，就是休谟所说的心理的决定感。而正是这种被带动的主观印象，成为我们心中必然联系这个观念的真正来源。休谟之所以称自己的解释为怀疑性的解决方案，是因为虽然他成功说明了必然联系这一观念从何而来，
但它并没有让我们的因果推论变得更理性。它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去相信因果关系，却无法证明这种信念在逻辑上是合理的。我们之所以相信某个事件会引发另一个事件，并不是因为理性推理出了必然性，而只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反复让我们习惯性地看到它们连在一起。因此，我们关于未来结果和过去原因的一切信念都不过是心理习惯的产物，而不是理性推论的结论。也正因为如此，引导我们生活的伟大力量不是理性，而是习惯。自柏拉图以来，实体一直是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被理解为其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事物的东西。在洛克看来，一个对象的实体就是那种隐藏的机制，是所有性质赖以存在并附着其上的根基。然而，修谟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他拒绝了这一概念。忠于他的严格经验主义，修谟认为，如果实体的观念真的对应某种真实的东西，那它就必须来源于经验。可是，我们究竟能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让我们直接感知到实体本身呢？按照那些拥护实体概念的哲学家们自己的定义，所谓实体是在对象各种性质之下支撑它们的东西，它存在于可感性质的背后，因此原则上是不可被观察到的。修谟据此得出结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实体的观念，它与一组特定性质的集合并无区别。当我们谈论或推理所谓的实体时，实际上只是在谈论一堆彼此关联的感觉特征。在他看来，那些早期哲学家以为是真实存在的实体，不过是由想象力把若干简单观念结合在一起，并赋予它们一个统一的名字罢了。就像黄金，它并不是某种隐藏在性质之下的实在东西，而只是我们观念中关于黄色、可断、可溶等等特征的集合体。甚至连心灵或自我，在修谟看来，也不过是一对由各种知觉拼成的集合体。这些知觉因为彼此之间存在某些关联，就被我们误以为属于一个单一而持续的自我。但那种统一与恒常只是想象的产物，并不真实。这个结论对个人同一性的问题影响巨大。洛克曾试图通过记忆来解释同一个人是什么，而修谟则更彻底。如果所谓的心灵只是知觉的集合，那就根本没有一个持续存在的主体，在昨天、今天、明天之间保持不变。因此，说昨天感受痛苦的那个人与今天在思考的我是同一个自我，在严格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我们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自我，只有一连串不断流动的知觉，像瀑布一样瞬息万变。唯心主义通常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观点：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心灵或者依赖于心灵而存在。但康德并不完全属于这种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者，他提出的是一种更复杂、更深刻的理论——先验唯心论。在康德看来，我们的科学知识并不是单纯来自感官经验，也不是完全由理性推导出来的，它是感性与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每一次经验都是外在的感觉材料与心灵的形式与结构相结合的产物。这些由心灵提供的形式包括空间与时间，它们是我们感知任何物体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有一些极为普遍的概念结构，使得我们的经验能够被理解、被组织。因此，我们所认识到的世界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经过心灵加工后的样子。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先验唯心论的核心思想。康德认为，当我们对经验做出判断时，心灵并不是被动的接受感官材料，而是主动的赋予经验以结构与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心灵会把经验的内容纳入一组先天的概念框架中，这就是康德的纯粹知性概念。这些概念包括一性、多性、全体、实在、否定、限制、固有与依存、因果与结果、相互作用，以及可能性、存在、必然性。正是这些先天的概念，让我们能够把杂乱的感官印象组织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举个例子，当我们看到一个球撞击另一个球，我们不仅看到两个相继的事件，还自然地理解为前者导致了后者。这种因果性的概念并不是来自经验本身，而是由心灵主动加诸于经验之上的结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在世界中看到因果，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已经以因果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康德在这里回应了修谟的怀疑。修谟说，因果并不存在于世界中，它只是心灵的习惯。康德则反驳道，没错，因果确实不在世界里，但正因为它在我们心里，我们才得以有世界可言。虽然康德被称为先验唯心论者，但他并不认为一切存在都只是心中的幻影。在他看来，确实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心灵之外的世界，只是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认识它。这个世界由所谓的物自体组成，它不在空间之中，也不在时间之中，它们不会发生因果关系，也无法被任何经验触及。物自体是存在的，但它永远在我们的认知边界之外。康德坚持这一点，是为了与贝克莱彻底的唯心论划清界限。贝克莱说，世界只是被感知的心灵现象，没有被感知的对象，就没有所谓的世界。康德认为这种看法太过极端，他写道，若有表象，必有所表，
没有被显现的东西，就谈不上显现本身。因此，康德的哲学像一座两岸之间的桥，一边是经验世界，我们能认识、能科学研究的领域；另一边是物自体的世界，真实存在却永远不可知。我们活在桥的这一边，面对的是现象，而非真相本身。但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的理性才永远有探索的方向。康德的理论颠覆了传统哲学中心灵与世界的关系。在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知识来自经验，心灵只是被动的去反映外部世界。但康德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不是心灵去适应世界，而是世界要符合心灵的条件才能被我们认识。也就是说，我们所能认识到的现实，其实是由人类的感官形式与理性结构所塑造的。世界在进入我们的认知之前，已经被过滤过了。康德把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比作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就像哥白尼让太阳取代地球成为宇宙的中心一样，康德让人类的理性取代了客观世界，成为认识的中心。从此，哲学的重心从世界是什么，转向我们怎样认识世界。这就是康德革命的意义。他让认识者本身成为哲学的宇宙中心。在康德看来，人类的知识命题可以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叫做先天分析命题，比如所有单身者都是未婚的，或者所有正方形都有4条边。这类命题只是通过分析概念本身就能知道真伪，不需要任何经验。第二种是后天综合命题，像猫在垫子上，今天正在下雨。这种知识来自经验，要靠观察世界才能判断真假。但最让康德着迷的是第3种先天综合命题，比如每一个事件都有原因。这样的命题不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却又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的新知识。它既不是逻辑必然的定义，也不是纯粹的经验事实，它是人类理性主动赋予世界的结构，是我们认识经验世界的先决条件。在康德看来，正是这种先天综合知识构成了数学和科学得以成立的基础。在康德看来，先天综合命题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它的谓词并不包含在主词的意义之中，但我们却能够独立于经验知道它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命题反映的不是世界本身的结构，而是人类感性形式所施加的条件。康德认为，任何成为经验对象的事物都必须被我们经验为有原因也有结果的东西。换句话说，因果性并不是从经验得出的，而是经验得以成立的前提。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先验唯心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天综合命题如何可能？也就是说，康德要揭示人类理性如何为经验世界提供秩序、法则与必然性。由于人类只能在空间与时间的框架中经验世界，并且只能在因果律的支配下认识事物，康德认为我们在理论上，也就是在科学的层面上，根本无法认识那些超出经验范围的存在。因此，像上帝、自由意志、灵魂不朽这样的概念都不可能成为科学知识的对象。然而，康德并没有因此否定它们的意义。他指出，这些观念虽然无法被证明为真，却是我们必须相信的，因为唯有在假定上帝、自由与灵魂永存的前提下，人类才能把自己理解为具有道德责任与理性目的的存在者。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道德信念的必然条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他的思想以深奥著称。黑格尔的认识论内容极其复杂，几乎无法在短短一篇文章中得到充分概述。然而，他对早期哲学，尤其是近代认识论所提出的批评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这些批评标志着现代哲学时代的终结，并为之后的思想转向铺下了关键的道路。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批评了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经验论者通常认为，人的心灵在经验中至少有一部分感官内容是被直接给予的，也就是说，这些经验的内容可以被心灵直接把握，无需概念的介入。但黑格尔坚决否认这种看法，他主张不存在所谓的直接领会或无媒介的知识，一切认识都必然是经由概念的。尽管康德也认为经验知识离不开概念以及心灵所赋予的空间与时间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康德依然过分强调了经验中被给予的部分，仍然让感性材料占据了太大的地位。黑格尔认为，早期的认识论理论，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都假定知识必须与现实相对应。然而，黑格尔指出，追求这种信念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因为要验证这种对应是否成立，我们必须依赖某种信念来判断。这样一来，我们并没有真正超越信念，而只是又增加了一个关于信念的信念。人话就是说，人不可能脱离信念去直接比较信念与现实，因为我们对现实的一切经验始终都被信念和概念所中介。因此，黑格尔认为，康德关于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区分，正是这种逻辑荒谬的一个例子。